中国奥运军团取得了第4金。那么你知道压水花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吗？在流固相撞中，原本平静的液体受到固体的冲撞，一部分撞击能量传递到部分液体上，使得这部分液体运动，从而形成水花。压水花的目的就是入水水花尽量小，而如何让溅起的水花减小到最低限度，其实涉及到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也许许多人都会认为，跳水运动员应该像游泳运动员那样，双手绷直，以楔形姿势扎入水中，这样破水面更加锋利，身体阻力更小。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有人在冰棍式跳水中发现，相比绷直脚尖，直接用脚掌撞水的方式更能压制水花的产生。受此启发，现在大多数跳水高手都开始使用手掌对水的平掌撞水压水花技术。究其原理，就是因为楔形物体坠入池中时，由于水的不可压缩性，它在受到力的作用时，水对力只能起到推动作用，加之水的粘滞性小，在受力时水的运动会表现出不均匀性。局部受力的水就不会沿力的方向产生同一个方向的运动，而是向压强最低的方向运动。楔形物的斜面便是这个方向，因而下方的水不断沿着该方向逃逸，就会形成巨大的水花。而如果跳水运动员以手掌平面率先撞入水面时，这时撞入水面的物体就不是尖锐状，而是有一定面积的方形体，情况相对楔形也就有所不同了。物体入水后，对水的挤压方向是垂直向下的，之后水受挤压向四周扩散，由于四周都存在相邻水的反挤压力，因此不会形成很容易逃逸的方向，这样入水的技术就能有效地减小水花。除此之外，就是入水后做的正确，就能看见水下有很多泡泡，但水面却没有多少水花。以上就是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压水花方式。当然了，面对比赛时，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极为重要。假设调理不好的话，就会变成下面这种情况了。有一种过山车设计得很特别，它的轨道具有一种魔力。如果过山车在第1圈经过这条轨道的某处时是在轨道的上方，那么第2圈在经过此处时，过山车就在轨道的下方了。这种构造的原型就是数学中大名鼎鼎的莫比乌斯带。1958年，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一个扭转180度后再将两头粘起来的纸带具有魔术般的性质。因为普通纸具有2个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而莫比乌斯制作的纸带却只有1个面。设想一只蜘蛛开始沿着莫比乌斯带爬，那么它能够爬遍整条带子，而无需跨越带的边缘。生活中这种构造也有了一些用途，比如某些动力机械用作传送的皮带就可以做成莫比乌斯带状，这样皮带就不会只磨损一面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述的重点，而是将莫比乌斯带的原理应用于立体图形所获得的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几何体克莱因屏。这种屏是著名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在1882年发现的，与莫比乌斯带不分正反面的特征类似，克莱因屏也没有内外之别。如果往里头注水，那么水恰从另一个洞中溢出。我们观察克莱因屏的图片可以发现，有一个让人感到困惑的点，就是克莱因屏的瓶颈和瓶身是相交的。换句话说，就是瓶颈上的某些点和瓶壁上的某些点占据了3维空间中的同一位置。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克莱因屏是不可定向的，它是一个闭合的曲面，也就是说它没有边界。不同于莫比乌斯带可以在3维空间嵌入，克莱因屏是一个在4维空间才可能真正表现出来的曲面。在我们这个3维空间中，即使是最高明的能工巧匠，也不得不把它做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就好比高明的画家在纸上画扭结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它们画成自身相交的模样。其实我们如果把莫比乌斯带和克莱因屏进一步进行抽象组合，去掉它们的空间性质，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更加抽象的图形，即中国的太极图，是不是很奇妙呢？
西方人对记载在羊皮纸上智慧的崇拜，比起中国人对四书五经的感情毫不逊色。那么你有没有想过，羊皮是如何变成羊皮纸的呢？中世纪抄一本圣经需要杀多少头羊呢？事实上，羊皮纸不仅由小羊皮所制成，有时也用小牛皮来做。和蔡伦的造纸技术不同，从选材到完工，羊皮纸的制备经历了相当缓慢而复杂的过程。通常被屠户剥下的羊皮都要在纯净水中浸泡24小时左右，待清洗干净后就到了脱毛环节。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单子，制作师傅一般会让羊皮自然腐烂，待毛发脱落后再进行下一步制作。但是如果羊皮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工匠们必须尽快手工脱毛。原来浸泡用的纯净水会用石灰和水的混合液来替代，然后羊皮就会放置在这种溶液里浸泡大约3到10天，期间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工匠们还要手工搅拌这一坨坨混合物，直到它们充分接触溶解。等到毛发已经被液体腐蚀后，师傅们会将它们捞出来，放在一种特制的挂板上，再用月牙刀反复刮擦，直到粉红色的表皮露出后，再将整理好的毛皮用淡水冲洗2天左右，第一步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才是真正展现技术的时刻。剃毛后的羊皮必须放在特制的木框架上风干，而那些在剥皮或脱毛过程中意外产生的缝隙或切口，也都会随着均匀力被拉成圆形或者椭圆形，方便工匠们寻找和修补。此外，手工师傅还要不时用小锤子敲打紧绷的皮面，以此来延展羊皮的压力，并用水保持羊皮表面筋润。等到羊皮全部风干且变得紧实坚韧后，匠人们还会再用月牙刀刮一次表面，以清除之前步骤产生的皮脂和碎屑。就这样，晶莹剔透的羊皮纸就可以被中世纪的纸商带上街头，供人采买了。一张好的羊皮纸柔软细腻且易折叠，如果正确保存，甚至可以用1000年之久。但它有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就是贵。在中世纪，一本羊皮纸做的圣经，其价值相当于一座葡萄园。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一本圣经到底要牺牲多少头羊呢？虽然一张羊皮看起来还挺大的，但经过处理后可以作为书写工具的部分，差不多就是100厘米乘80厘米左右。以中世纪左右安达卢亚的修道士制作的圣经抄本塞维利亚圣经为例，这本圣经采用通俗拉丁语译本，全书共750页，每页的尺寸是48厘米乘33厘米。这750页由375个对开页组成，按一头羊能提供1个对开页所需，那塞维利亚圣经至少要牺牲掉375头羊。问题来了，这是13世纪法国巴黎大学制作的通俗拉丁圣经抄本巴黎圣经，全书共425页，每页的尺寸是19厘米乘12厘米。敢问各位学霸，制作这样一本巴黎圣经需要牺牲多少只羊呢？生活中你肯定见过这种现象，将勺子置于水龙头水柱的一旁，水柱就会改变原来下落的方向，沿着勺子的曲面进行运动。这便是流体力学中的科恩达效应，即流体总是倾向于沿着壁面流动这种现象。当壁面弯曲时，流体就会偏离原来的运动方向。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壁面是如何将流体掰弯的呢？空气中的水流偏向固体壁面的原因是水与固体之间有吸附力，并且水流表面有张力，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把水拉向了壁面。可以理解为水流是被固体吸过去的。此时若是将水流换作气体，依旧会产生这种现象。但和空气中水流不同的是，气体之间不存在拉力，只存在压力。所以气体表面看上去是被吸过去，其实是被压过去的，所利用的就是大气压强。这种现象可以用向心力来解释。当气体沿弯曲的壁面流动时，会做曲线运动，这需要一个向心力。由于气体没有吸力，这个向心力就只能由气体内部的压力来提供。远离壁面一侧的气流承受的是大气压强，也就是说，在靠近一侧的压强比大气压强低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向心力。那么这种低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不得不考虑射流从直到弯的过程了。射流喷出后，会不断地把四周原本静止的空气带走，使得环境气压下降。
虽说这个压强非常小，但是一旦有壁面存在的时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由于壁面是弯曲的，假设一开始气流是水平的，那么气流和壁面之间就会短暂的存在一个不流动的死水区，流动的空气不断的带走死水区的空气，射流就会逐渐向着壁面靠拢。最后两侧的压差产生的向心力正好符合射流转弯程度，流动就达到了平衡，射流就沿着弯曲的壁面流动了。值得一提的是，和伯努利效应有些相似，这种效应与飞机的升力也是密不可分。当气流流经机翼曲面时，气流会紧贴机翼表面，这样机翼的形状就有效地改变了气流的方向，使得离开机翼的气流相对飞机做向下的高速运动。机翼推开气流之后的运动，经反作用力作用于机翼上，相当于气流也在推开机翼，使得机翼向上举起。科恩达效应的最早的利用者是罗马里亚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亨利·科恩达。在1910年，他成功地试飞了一架被称为科恩达1910的飞机。这个飞机的机头装有一个喷气管，喷气的来源是一台离心式风机，通过外壳可以将气流导向后方来获得推力。这种设计为美国波音公司提供了新思路。1976年 YC-14 成功完成了首飞，发动机装在机翼的上前方的设计成了最大的亮点。由于康达效应配合机翼，可以有意识地诱导空气气流，在机翼上表面产生和空气相对速度更大的气流速度，从而提高升力，实现短距起落。平地惊雷的音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声音，却看得到音爆呢？所谓音爆，就是一种空气剧烈振动的自然现象，多发于以音速或者超音速运动的物体，比如流星。人类对音爆的认知最早和飞机有关。早期的飞机由螺旋桨推进，其最高时速约为700千米。虽说比地上跑的汽车快很多，但与时速1000多千米的声速相比，飞机仍然很慢，所以也从未发生过音爆现象。二战后期，速度更快的喷气式飞机问世，但是喷气式飞机的试飞阶段并非一帆风顺。比如1944年7月，德国王牌飞行员泰菲尔德少校驾驶的 Me-26 战斗机在加速的过程中突然坠毁。之后，多国的试飞实验更是事故频发。极少数逃生的驾驶员报告说，当飞机达到或超过音速时，周围空气就会剧烈颤动，阻力大得好像一堵墙，飞机操作感也开始不灵便了起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音障的存在。展开来说，如果给空气一个扰动，声音也会像水一样通过波的形式向外传播，这就是声波。当飞机在空中以超音速飞行时，在机头或突出部分就会像水中前进的游轮一样，出现一种楔形或锥形波，这就是激波。当它们向外传播时，便互相干扰和影响，然后汇集成两道波作用在机头和机尾。这些激波虽然厚度很小，但是这两道激波的能量却很大，被激波激起的空气温度、气压急剧升高，速度立即下降，从而导致飞行困难。当这两道激波无论波及到哪个空间和物体，都能感到这种强烈的变化，反映到人的耳朵里，就会使得鼓膜受到突然的空气压强变化，感觉就像两声雷鸣般的巨响。这种响声被称之为音爆。之所以能够看到，就是由于空气的剧烈变化，使得空气中的水分子凝结成了小水滴，围绕在了飞机的周围，飞机看上去就像被笼罩了云雾一样。这种现象被称为音爆云。当音爆产生时，传入地面的噪音约为130到160分贝，对比人们平时说话约60分贝的声音，差了不是一点半点。那么随飞机一起前进的飞行员是否有一样的感觉呢？由于坐在舱内，飞行员始终处于前激波的后方和后激波的前方，也就是说，它是处于一个暂时稳定的等压强条件下，激波引起的压强、密度、温度的变化，飞行员是无法感觉到的，所以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自然也就听不到这种声音了。古希腊的阿基米德曾豪情万丈地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而现代发明家特斯拉更是牛气，他说：“用一件共振器，我就能把地球一裂为二。”这个底气其实源于他的一个小实验。
当时特斯拉来到华尔街，爬上了一座尚未竣工的钢骨结构楼房，将一个小物件夹在了其中一根钢梁上。按下按钮数分钟后，可以感到这根钢梁在颤抖，慢慢的颤抖强度增加，逐渐延伸到了整座楼房。最后，整个钢骨结构都开始发出了响声，并且摇晃摆动了起来。惊恐万分的建筑工人以为发生了地震，纷纷从高架逃到了地面。于是特斯拉就取下了小物件，悄悄离开了，留下了一群惊魂未定、莫名其妙的建筑工人。这个小物件就是一个共振器，那么它是如何凭借小小的身躯撼动整座楼房钢架的呢？所谓共振，简单来说，就是任何物体产生振动后，由于其本身的构成、大小、形状等物理特性，原先以多种频率开始的振动，逐渐会固定在某一个频率上振动。这个频率就叫该物体的固有频率，就好比将几个杂乱无章的节拍器放在同一水面上，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这些节拍器的步伐会出现惊人的一致。而当人们从外界再给这个物体加上一个驱动力，而这个驱动力的频率又恰好与该物体的固有频率正好相同时，物体振动的振幅就会达到最大。这种现象就叫做共振。特斯拉手中共振器的威力主要在于它能够发出各种频率的波，这些不同频率的波作用于不同的物体，就能够相应的产生一种共振波。当这种共振波达到一定程度时，就能使物体被摧毁。说到共振的危害，人们最为熟知和引用最多的应该是下面这个例子。1831年，一队骑兵通过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桥时，由于马蹄运动节奏比较一致，致使桥梁发生了断裂。其实不光是大队人马厚重整齐的脚步能使大桥断裂，那些看不见的风同样能对大桥造成威胁，因为风除了产生沿着风向的一个风向力外，还会对风区的建筑产生一个横力。要是风的横力产生的振动频率和建筑物的固定频率相同或者相近时，就会产生风荷载共振，从而对建筑物产生一个振动。美国塔克姆大桥的倒塌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生活中合理的利用共振就能够带来不少的便捷。比如在建筑工地，建筑工人在浇筑混凝土的墙壁或地板时，为了提高质量，总是一边灌混凝土，一边用振荡器进行振荡，使得混凝土之间由于振荡的作用而变得更加紧密结实。有这么一种生物，几乎有无限的再生能力，头切掉能重新长出个头来，尾巴切断能重新长出尾巴，即使将它切成279块，每一块都能在几天或数周内长出完整的个体，这便是自然界的涡虫。如此强大的再生能力，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再生的本质是受伤后细胞命运的改变。传统的再生观点认为，受伤后新器官的长出是由于伤口刺激细胞脱分化，形成全能或多能干细胞样细胞。这些细胞进行增殖再分化，形成器官，从而替代损伤失去的器官。但涡虫却对研究器官再生提出了新的观点。研究发现，涡虫在生长过程中长出的新器官，并不是由伤口细胞经过脱分化，而是体内本来就存在大量的干细胞直接分化长出来的。这种细胞占涡虫细胞总数的25%，一旦涡虫受到损伤，这些细胞就可以增殖，进而分化成为涡虫体内大约40余种类的细胞，再生出有功能的全新组织、器官，甚至是一个完整的涡虫，并且新的器官还具有正常的功能，比如眼睛。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毕竟让眼睛具有正常的功能，只长出感光细胞可不够，还必须把感光细胞和神经连接起来。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一类路标细胞会告诉神经细胞如何在复杂的3维解剖环境中穿行，何时伸长，何时拐弯，最终打通视觉的神经通路。那涡虫在再生的过程中是掌握了什么奥秘，就连眼睛也能让它恢复正常功能的呢？来自麻省怀特海德研究所的一支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们利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涡虫的视觉系统附近发现了一批全新的细胞。这些细胞与神经有着很高的重合度。根据基因表达的特征，研究人员意外发现，其中2类竟然是肌肉细胞。为了检验肌肉细胞是否是路标这个假设，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眼睛移植技术。
将一只涡虫的眼睛移植到了另一只涡虫的脑袋上，发现这些眼睛果然会朝着这些肌肉细胞伸出神经元，并在接触这些肌肉细胞后对前行方向进行调整，最终与大脑进行连接，行使正常的视觉功能。而一旦把这些眼睛移除到涡虫的其他部位，感光神经元就找不到去大脑的路了。类似的，如果先去掉这些肌肉细胞再进行移植，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这是大部分动物体内的肌肉细胞远远达不到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人类也存在与涡虫类似的细胞，但与涡虫不同的是，人类只有少数器官具有非常有限的修复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削弱。那么人类能否借鉴涡虫实现再生能力呢？科学研究表明，涡虫的基因超过 80% 和人类同源。涡虫干细胞在损伤后早期的反应与人类等高等生物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科学家不断理解涡虫基因如何协作调控再生，研究干细胞的分化，有朝一日可以造福人类也未可知。在海平面上，水沸腾温度是212华氏度或100摄氏度，超过100摄氏度时，水就会气化。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却发现了一个反物理特性：水在加热到105摄氏度时，竟然会结冰。原理你知道吗？科学家们早就发现，当水存储于非常小的空间内，它的沸点和冰点也会发生一点改变，通常会下降10摄氏度左右。于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制作了一些尺寸和几个水分子大小相当的碳纳米管。碳纳米管两端都呈开放的状态，每一端都与储水池连接，然后开始加热。按理说，碳纳米管具有强大的疏水性，因此水分子应该很难进入其内部。结果，水分子不仅进入了其内部，并且在非常高的温度下呈现出了反常的物理特性，结冰堵住了纳米管。科研人员声称，这里温度的准确性很难测定，但105摄氏度被认为是测试中的最低值，实际温度可能高达151摄氏度，并且不同直径的碳纳米管，水的冰点也会不同。在直径 1.05 纳米的碳纳米管中，水会在105度结冰，而当碳纳米管的直径变成了2纳米时，水分子居然在零下83摄氏度才会结冰。哪怕直径相差 0.1 纳米，水的结冰温度就会相差20摄氏度。之后，科学家利用振动光谱成像技术观察了水分子在内部的运动情况，并对此做出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发现水在达到100度时，会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水分开始不断向外蒸发，但由于纳米管完全被水填满，无法转化为气态，所以多余的热量就无法得到释放，只能向内释放，形成结晶体。所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水在超过100度会结晶，而并非结冰，因为它只是与冰类似的象态。重点是，即使在超过水的正常沸点温度下，这种固态水也没有融化，因此在室温条件下应该能够保持稳定。这一发现为碳纳米管带来了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在现实中得到应用，美国科学家利用强脉冲中子源进行了试验，并且改进了碳纳米管的结构，让水分子在碳纳米管内永远不会结冰。即使在绝对零度的情况下，这对于飞机和航天材料来说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比如，飞机在高空的低温环境下飞行，经常会面临结冰的问题。飞机引擎和机身外壳如果能够使用碳纳米管制造的材料，不仅可以减轻机身的重量，还能抵抗低温环境，减少损耗。同样的，还有载人火箭。载人火箭发射到回归地球的过程中，外壳与大气摩擦，必定会生成大量的热量。假设在航天材料中混入直径 1.05 纳米的碳纳米管，温度超过105摄氏度，就会和空气中少量的水分子一起结晶，以此来降低抵消外壳的高温，从而大大增加安全性。香蕉球如其名，足球踢出后的运动路线是弧形，且与香蕉的外观较为相似。这个球看似会拐弯飞出界外，实则却转弯突然冲向了球门，给守门员一个措手不及。那么香蕉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现象和空气的流动密不可分。比如将2张纸平行放置，对着中间吹气，2张纸会分开吗？或者将乒乓球放在倒置的漏斗中间，朝着漏斗内吹气，乒乓球会被吹跑吗？
这2个实验的结果是，纸张不但没有吹开，反而向着中间靠拢了；乒乓球没有被吹掉，反而贴在了漏斗上。这便是流体力学的神奇之处。香蕉球也是一样。通过香蕉球的慢放镜头可以发现，与其他直线飞行的足球相比，香蕉球在向前飞行的过程中，自身还在快速旋转。球旋转时会带动周围空气跟着它一起旋转，致使球的下方空气流速增大，上方的流速减小，从而形成压差，对足球产生侧向作用力，导致一侧偏高。因此，足球在前进的过程中就会发生弯曲，产生弧线。从以上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要踢出香蕉球就必须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使球旋转，第二个就是要使球前进。因此在踢球时必须要使脚和球有剧烈的侧向摩擦力，才能使球有高速的旋转，从而打出高质量的香蕉球。最经典的香蕉球应该是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贝克汉姆在最后1分钟踢出的一脚，这一脚的含金量有着1亿英镑。后来球迷还为他踢出的弧线球起了个名字为贝氏弧度。同样的，利用这个方法还可以踢出诡异的落叶球。这种球在开始飞行的时候比较平缓，但到球门附近时突然下坠，就像被球门吸过去了一样。物理知识真可谓是无处不在了。在敦煌电产业园区的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超级电站的1.2万面定日镜为祖国建党100周年献上了最大的祝福。当灰烬祝语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满满的社会主义赛博朋克气息，你能想象一个超级电站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吗？这个超级电站的名称为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由定日镜、吸热塔、熔岩罐发电系统所构成，其中1.2万面镜子组成了一个镜场，这个镜场就相当于一个机器人集群，每面定日镜都有着各自独立的跟踪控制机构，能够时刻保持跟踪太阳，从而获得最大太阳辐照。这也是如何利用硬核科技制造出浪漫的原因。集热塔的底部有着2个传热介质罐，一个是低温岩罐，一个是高温熔岩罐。成千上万的定日镜将太阳光反射到位于太阳塔顶的吸热器表面后，可以形成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下方的低温岩罐将盐泵入极热塔的顶部时，经加热后就会变成盐的熔状态，温度可达500度以上。流入热储存罐之后，再通过热交换系统将熔岩储存的热量加热水产生蒸汽，以驱动气轮发电机组发电。放出热量后的熔岩则会循环回到低温蓄热罐中被重新利用。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这不就是利用太阳能烧开水吗？是，也确实是，但不同于一般太阳能发电的是，它有着自己的蓄热系统，可以不受昼夜以及天气等随机因素的制约。熔岩罐中可以储存3万吨的熔岩，当太阳能不足以支撑发电时，罐中保留热量的熔岩依旧可以拿来利用，24小时发电不成问题。敦煌的这个超级电站是我国乃至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设计年发电量3.9亿度，2020年实际发电量达到了1亿3000多万度，与火力发电相比，可减排二氧化碳12万吨，相当于3300亩森林的环保效益。整体运营趋于成熟后，发电量就会以5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届时，位于甘、青、新、西北主干电网、西电东送电力丝绸之路上的超级镜子发电站，必定会为我国的电力事业发光发热。